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新北市来的红色 R107的280 SL 的分油盘完修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大哥整修过之后呢，看起来干干净净，非常漂亮。那里面大哥整修过了，外面呢有经过喷砂处理，所以整个引擎室看起来干净白色的，就是只有这个分油盘。因为这部车是在1985年之前到目前为止都已经有23年的历史。当然这个就叫古董车了。这部车子所碰到的问题，第一个分油盘，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大哥在机台上面还没整修之前，应该全油门的出油量在170ml左右，结果呢，它出在大概都在120左右，6缸就在120，这个很明显就是带油道堵塞，就是油箱把我们的带油道堵塞了。经过这次整修过之后呢，我们这车子虽然目前开起来感觉跟新车几乎没有两样然后引擎马力随传随到，车子很好开，我们就会常常开，常常开就会加汽油所以油箱就会保持干净。它的油箱状况是不错的它的汽油帮浦跟汽油滤芯大哥并没有更换，因为看起来都是刚换新的。但是只有换的部分就是只有它虚压器严重漏油，那虚压器是一定要换掉的。它的6支喷油嘴大哥全部都换新了。因为这部车子我们从缸压上面可以看得到，它的缸压3、4、5缸的缸压都在5、6左右跟标准的10到12差别很大。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长期高温造成3、4、5缸的气缸壁或是活塞环有受损，所以导致它气缸压力过低。这个问题大哥在推敲，应该就是说它的分油盘因为它的供油不足就会稀薄燃烧产生高温，造成它的气缸壁有内伤受损。不过这个问题就如大哥所预测的，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怠速。等一下大哥把引擎发动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它的怠速的稳定性。至于说它的火星塞，火星塞是用错了，火星塞应该是用 W7DC 0，就是没有电阻的火星塞，但是它是用 WR7DC R 就代表电阻，因为 R 它这个电阻大概有 4.7K 左右，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高压线我们看到这个高压线它本身都有1K 的电阻所以说今天如果再加电阻的话那个马力就会火花变小，马力就会不足了。它的分电盘状况是 OK 的大哥检查过它的分电盘高压线，火花大小测试也是 OK。这部车给大哥的道路测试的感觉，第一个它的引擎是非常顺畅的。冷气 OK 因为看起来这是它的冷气压缩机刚换新的。因为我们的车子是用 R12的我们看到这边是 R12，大哥猜测它应该还是 R12的系统。冷媒稍微少了一点，不过冷度还是够的。冷气的部分大哥就不处理了，因为它的冷气现在是5月份、6、7月份今天都已经30几度了，我相信应该它还撑得过去，所以冷气部分是 OK 的。引擎角部分状况不是很好，但是还看用我们就继续使用它。还不严重。变速箱的部分混档还顺畅，
但就是说它在，因为它起步是2档，2档换3档 OK，3档换4档的时候会踢屁股，也就是说后面屁股后面会撞击一下啊，这个是如果脚踩大油门的话啊，会有这样的困扰。不过这是变速箱的问题哦，我们只要油门小心控制哈，不要太猛爆，应该都还 OK。至少它跳档换挡还算是顺畅的。那避震器是不好啊，那避震器如果可以换避震器当然最好。那大哥也没有什么好建议的，基本上就是贝斯登的避震器嘛哈。那前单的部分啊倒是没什么杂音。那他这部车子哈，碰到一个问题哈，当时让大哥很头痛，因为呢，我把所有的部分全部整修好以后，把朋友们整修好，所有整个电路哈、油路全部检查过以后，我这个引擎一发动，哇，转速太高，都在1800转左右。大哥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部车子啊，引擎发动之后转速太高。转速到1800啊，照理说我们应该可以在这个地方做调整啊。我看到这样可能看得不大清楚啊，这样可以做调整。那如果说顺时钟的话啊，转速会降低。那逆时钟哈，像逆时钟转速会增加。那目前碰到是转速太高哦，大哥已经把它转到逆时钟，顺时钟转到底了哈。已经没办法再转了，但是它转速太高，都在1800。我们到车子里面来，发动引擎看看。大哥来红火哦，因为现在是水温都已经到90度了哈。大哥现在没有开冷气，大哥要发动了。大哥发动以后，我们看转速，已经是1800了。那因为这个车子它本身是没有怠速自动调整，所以开冷气转速会降低。好，大哥开冷气，转速降了一点点哦，大概在1700左右哈。冷气关掉，1800这转速太高，这问题大哥还要再努力克服这个问题。1800转就我们要换挡要入档就会有恐惧感，因为怕会撞击，而且声音很吵。后来大哥呢，而且他这个转速他们有个转速旋钮，大哥已经没办法调了，已经调到最低。后来大哥只好从他的整个回路辅助空气辅助的回路那边做变更做调整使得它现在转速降下来，大概在开冷气大概在1000转左右。那它原来开冷气的话是1600，没有开冷气到1800现在是在1000转左右它的那个怠速微调还是有作用，只是说现在还是调在最低的位置，转速最低的位置1000转我们可以接受了好，我们到车内来首先我们看到这部车子，它的内装其实大体上还不错了可因为这车主刚接手那就是有些部分可能需要做调整需要做整修。原则上它电镀条都很漂亮电镀条都 OK 的，因为这部车是SL， 也就是说敞篷的。那它敞篷在下面，它是没有升上来，是装的那个硬顶上去，活动硬顶上去。座椅大哥在试车的时候，座椅会跑掉，座椅不是很牢靠会跑掉。原则上我们看到它的内装都大体上都还 OK 了，因为这部车接手100多万。垃圾棒也没有裂这垃圾棒都没有裂。座椅的话，原则上我们看到这个木皮这木皮掉了。这个当然R107在台湾大哥所看到的 R107状况都不是很好，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敞篷车的关系
你要放那个好的停车环境很困难。这个都有碰污了。哎呀，我换这个小的方向盘哈，转向或者稍微重了一点。好，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冷气控制面板还是跟126很类似，跟126还相当类似。OK， 来，我们来发动引擎，我们来看看啊，现在 Hello， 水温在70，快接近80度。好，大哥来发动引擎。Hello， 速目前是在900转左右，提速是相当顺畅的。转速目前看下来是在1500左右，好，大概开冷气。在1000出头一点，来看看，如果把仪表灯打开呢，一点点亮度哈，仪表稍微暗了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试着来调整，把电阻呢放大也没有用。里程数85000多哈。OK 啊，待会开小灯就好了。我现在转速大概在1000多少啊？大哥，引擎关掉啊！现在是冷气在开启状态了啊！重新启动。Hello， 这一点就着了。OK， 我们到外面来。大哥刚刚提到说，它的35缸压只有到这里，缸压不同的我们来做这个带目前转速970啊，970。下次来看看，因为它这个是前面好放。一样跟小屁股的打火机，处理好了，动还是动？很淡的要60缸，360